好吧，這個軍購條例到底怎樣哈？美國現在到底要求我們什麼？我們看一下。And like President Trump,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is also proposing a special budget to br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closer to 5% of GDP. I encourage their legislative body to pass that as soon as possible. It seems like every step of the way, he announces something that might go against China or deter China or put pressure on China, and then he always chickens out and gives in to China. Sir, I think the $11 billion in arms sales speaks for itself. No. It has not been sold. It's been proposed. What confidence do you have that that deal will actually go through? What confidence can you give us? Sir, you're right. Taiwan also needs to do its part. The Taiwan LY is currently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of passing what could potentially be a historic special defense budget. Why is the president so non-committal when it comes to defending Taiwan? He said, I don't want to be put in that position. Whereas President Biden was pretty explicit that we will defend Taiwan. I think strategic ambiguity is a policy that has worked for decades. It preserves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space. I don't know how helpful it is to publicly state our intentions of what would happen in the event of a Chinese invasion. Again, strategic ambiguity has worked, and I fully support it. 確實啊，現在大家都在研究說伊朗跟美國戰爭如何適用到這個台海這個方面，所以這個是大家所關心的。不要覺得說離我們很遠，因為對我們來講，股市、經濟、能源這些都有影響。可是隨着這個美伊戰爭到現在已經邊際效益遞減，今天這個股市還是一樣持續創新高。可是大家擔心的就是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它所影響的經濟效益它可能對於全球貿易減少了6%。可是科學家們或者是這些戰略專家就在研究，因為全世界主要的半導體的生產就在台灣。如果中國把荷姆茲海峽封鎖的這個模式運用到台海的話，一旦台海被封鎖，會有多可怕的狀況？我們的這個半導體，全世界大概90%以上可能都會受到影響，被封鎖，所以變成另外一種科技戰、電子戰。那這個所在造成的這個經濟效益的損害可能更大。也就是說，台海一旦被封鎖，它所造成的經濟效益的損害就已經將近是2兆美元，60幾億的台幣，一年就將近10兆，這遠高於這個荷姆茲海峽2倍甚至3倍，所以這個是大家現在所擔心的。那為什麼我們會講到軍購？就是從這個美伊戰爭，然後荷姆茲海峽到台灣如何保護自己，我們需不需要足夠的武器？不管是不對稱戰爭，或者是能夠國防自主等等，這些都是牽一髮動全身。所以當今天我們的1.25兆的國防預算，它不是只是針對美國的這個採購或者是發價書而已，而是包括我們的商購、我們的委制都還要在裡面，因為我們不能全部都依靠美國，我們自己也要有國防自主、國防生產自制的能力。而這剩下的預算，就是希望能夠扶助我們台灣自己的廠商，或者是甚至讓我們在國防產業的發展上有獨當一面的能力。這個對台灣來講非常重要。那但是藍白現在從3800億、4000億到現在，或許外界傳出說慢慢有一個共識是8000億的時候，離我們的1.25兆還有一點點的距離。那我覺得這時候就是大家希望能夠把這個委制跟商購這一塊，讓台灣有國防自主的能力的這一塊，能夠慢慢的聚焦，那讓台灣未來在台灣海峽，當世界如果有這樣子的危機意識的時候，也能夠自我防護、自我保護，這個是最重要的。梁權。我覺得我们剛剛一路這樣談下來，我就說，事實上呢，美伊這個戰爭到底對台灣來說的話呢，它的重點在哪裡，邏輯在哪裡？那我覺得我們事實上真的荷姆茲海峽的開與關，或者是說呢，這個他們到底打或不打，事實上可能都不如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到底伊朗用一個小對大的不對稱戰爭，到底從裡面證明了什麼，或者他因此呢可以拖延到現在50幾天，逼得呢這個川普看起來他雖然不願意認輸，但事實上他早就已經實質失敗了。我覺得這件事情才是真的對於我們來說，我覺得更具有意義的哦。那所以我們剛剛一路聊下來，事實上台灣的邏輯經常是，尤其在民進黨主政底下，我覺得台灣邏輯實在太簡單了。就是說對我們來說，所有的事情就只有親美跟反美，那所有的事情只有所謂的親中跟反中。但是事實上，在這個伊朗的事件當中，或者當初在俄烏的事件當中，我剛剛講到，我覺得不對稱戰爭，或者從這個戰爭當中，台灣應該學習到什麼事情，可能是來得更重要。剛剛嘉瑜特別提到說，你看因為這個伊朗戰爭的關係，所以我們證明我們自己更需要更多的武力。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更深刻一點去談它？我們需要武器，我們需要更多的這些軍購，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軍購？
你不覺得今天伊朗戰爭證明出來的很多的真正更細節或者現代的戰爭當中，高科技的戰爭當中，我們需要可能更多的一些無人機，我們更需要可能更多的一些戰略性的一些戰術。那不管是一些更機動性的可能更騷擾性的一些戰術，都是這一次的，包括一些封鎖海峽。今天我們在講封鎖海峽，你想到可能中國封鎖海峽，那台灣是不是有某種程度也可以去封鎖海峽呢？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事實上從烏克蘭跟俄羅斯戰爭當中，我們就已經看到一些部分是值得討論的。那我覺得伊朗戰爭更是這樣的。所以回過頭來看的話呢，其實我覺得不是這個金額多寡的問題，而是我們要買什麼東西的問題。你看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漢光演習還在說我們要用戰車，我實在不懂，我們在伊朗戰爭當中，你看到哪一輛戰車了？你在伊朗的戰爭，你看到戰車了嗎？現在基本上進到地面部隊的幾率都微乎其微，而且進到地面戰爭的時候，如果今天美國真的敢派地面部队進到伊朗的时候，我觉得对伊朗来说，第一个，这个对美军来说，他可能面对被歼滅的這樣的一個危機；對伊朗來說，也都是到了這個國家的危機存亡之刻了。就對台灣來說的話，你真的要去談軍購，那你要不要好好坐下來談，說到底美國賣給我們什麼東西？是賣給我們真正需要的東西？那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幹嘛去花這個錢去買戰車？你討論1.25兆，討論8000億，討論3000億，到底意義在哪裡？我覺得真正重點在說你要買什麼東西，從那麼多場現在發動的戰爭當中，你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我覺得是第一個很重要。第二個，事實上我們剛剛談那麼多，親美反美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嗎？應該這個樣子嗎？當今天台灣不斷的出錢給以色列，然後呢鼓勵以色列去這個打黎巴嫩，然後去打這個加沙走廊，死了那麼多人，這是我們的價值嗎？我們反過來說，全世界今天如果說支持伊朗，就是藍白，那不好意思，歐洲就是支持藍白，是這個意思嗎？現在你看歐洲還有國家是聲援伊朗，然後花很多錢進行人道救援，是救援伊朗，不是救援以色列。今天只有全世界只有台灣花錢去救援以色列。這個是我第一個，這個就人道的角度來看，是我們要的嗎？第二個，你從國際之間，你進到另外一種叢林法則了。美國不再是大家過去認為的這個老大哥，就是值得尊敬的老大哥，或者是一個他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戰爭發動者了。所以所有的國家都在美國之外跟中國大陸進行相關的平行的關係，不管是要避險也好，不管是要拿籌碼去進行槓桿跟美國操作也好，大家都在這樣的進行。那為什麼台灣獨就只有唯一一種邏輯，就是親美邏輯？所以呢，從各種角度去看它的時候，我認為我們在談軍購，我們都應該要有更高一點的角度，更深一點的角度去看它。今天如果我們真的覺得美國可以保護我們以為我們去上太平島，他們就可以無怨無悔的，然後呢100%的支持我覺得我們太天真了。好吧，大陸啊有一個叫高德地圖，還不知道什麼東西啊，有高德，很多人用。說台灣現在在用啊，而且聽到林志玲的聲音，他聲音左轉右轉，我可以放啊，沒有，好不好？我們看一下，有啊，我可以放。台北101最佳結果，台北101大樓，距您4.9千米。在台灣下載來自中國大陸的高德地圖，語音助手還會用捲舌音幫導航。靠右往忠孝東路方向，不要進入隧道，注意左側來車。是時候展現你超高的技術了。他比較嘮叨啊，講比較多。導航走詳細路線，友善新手駕駛。高德地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紅綠燈倒數計時。我們實際來實測看看，可以看到呢，螢幕上面是顯示還有倒數52秒，但是跟實際相比，差不多有5秒鐘的誤差。不是每一個紅綠燈都會出現描述，有些準，有些不準。而我們實際打開 Google Map 跟高德地圖呢，來比一比哦，可以看到呢，高德地圖啊，它是呢把車道都畫得很清楚。不過高德地圖多功能就被立委質疑是否有國安疑慮。對此，數發部長林靜儀表示，高德的資訊是跟荷蘭廠商購買，紅綠燈倒數計時功能則是透過使用者大數據計算而來。所有民眾這個上傳的個資都有可能會有一天，中國政府就是突然講說我要這個資料，然後他就直接調取了。治安署已經在針對這個 APP 進行那個檢測。它透過一些大數據的收集跟統計，就可以得到大陸那邊呢，它會去追蹤你的一些位置的時候呢，那當然這個就會是一個相關的風險。數發部後續將持續觀察，如果有相關國安疑慮，就會要求公務機關禁用，也呼籲民眾盡量別用。現在說有國安疑慮。哦，然後呢，一喊說要禁用，現在爆紅衝低，我呢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我剛剛在做之前，我才問志尊那是什麼東西，還跟我解釋半天。哦，現在大家都想知道那是什麼，所以呢，一票人說我們原來不知道有這個地圖啊，現在才知道，我們都用 Google 啊，怎麼有這個東西呢？哈，然後數發部說必要時要限制使用。哦，顧立雄說軍方要全面使用，禁止使用。
軍方不能用了啊。然後呢，這個治安署在台灣不要用哦，說因為呢軌跡會回傳中國的伺服器，會知道我們到底怎麼回事哦。劉世芳說會要求所有公部門不能用哦。然後呢，這個去查說高雄有沒有哦，這個治安。高雄也納入了，說因為高德地圖有紅綠燈倒數精準，交通局澄清高雄的數據沒有外泄，連王一川都跑出來講了，說他們有到高雄測試，說沒有疑慮，但是還是別下載。那奇怪了，沒有疑慮又方便，為什麼不能下載呢？不是很奇怪嗎？梁鴻薇，我覺得台灣啊，號稱是 AI 大國，然後現在講說要不要進這個高德地圖，其實老實講非常非常丟臉。那我之前知道高德地圖，但是我用的還是 Google 地圖。那為什麼这个大家常用这个 Google 地图？就是說你要導航的時候，哈，就是很多人都用 Google 地圖或那 Apple 地圖。那但是呢，很多人測試結果喜歡用高德地圖，是因為它非常的精準啊，甚至呢，現在傳出一個說，它連紅綠燈的秒數都很精準。所以呢，就開始有一些這種所謂的抗中啊或恐中的人就開始講說，哦，這太可怕了！為什麼他連我們這個紅綠燈的秒數都知道呢？他一定是駭入我們的這各縣市的交通局。可是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啊！現在高雄市交通局說我們沒有被害哦，因為它其實純粹就是當它使用者夠多的時候，這個數據用大數據去算出，幫你更精準。那其實高德地圖它原來就是在中國大陸，它一直大概在2023年才開始有所謂的世界地圖，但是因為它使用者眾多，所以它現在不是只有在台灣可以使用，它在歐洲也可以使用，它在中東也可以使用，它在南美也可以使用。所以呢，對於就像小紅書一樣，很多假如說你要去國外旅遊的話，它甚至可以幫你去整理一些它的旅遊攻略，所以它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實用性的 App。那結果我們現在呢，你看這個我們的 Trey 就開始現在已經開始在洗地了哈，開始在洗說這個高德地圖這個用的很可怕，它有國安問題啊，它會幫助共軍登陸台灣啊，這是不讓這個共軍登陸更容易一點。共軍他們來坦克車就看着綠燈一直走綠燈這樣，對，他連紅綠燈，他不但知道紅綠燈在哪裡，而且紅綠燈秒數多少他通通知道，就把它變得很妖魔化。其實那就如同小紅書一樣，我們前一陣子不是在那邊一直吵要禁小紅書嗎？那後來請問一下，小紅書現在 App 可不可以用啊？還是可以用啊？因為我們以前就講過，其實小紅書很多是台灣的年輕人在用，對，特別很多女生愛用。第一個就是旅遊攻略，好，還有一個就是美妝啊、衣服啊，對，彩妝，大家都很喜歡用小紅書，就是因為它用的人夠多的時候，它的數據多，它的資料多，所以我們就想請問一下，我們政府當時不是也是這個一片講說，哎呀，為什麼要禁小紅書？打詐啊？請問一下，進了小紅書之後，我們詐騙因此而減少了嗎？沒有啊，還是在創新高。那第二個，你也沒有，你禁也是禁半套啊！你現在就是用手機還是可以使用小紅書，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又去討論到高德地圖要不要禁，對於真正在使用的人，只會在笑政府的笨而已。不，基本上了就是說這個台灣原來是高科技這麼發達，對，台積電就是全世界的都要靠它。你怕什麼呢？怕人家做什麼都是統戰，他統戰你不會反統戰回去嗎？然後他用大數據，你不會用大數據嗎？剛好智仁要選高雄市長，我一直在想，最早我當市議員那時候，台北市的紅綠燈是沒有連線的，紅燈下面又紅燈，當時我就說跟警察局講，那時候警察局管，我說要電腦連線，他們終於連線了，一個線一個，但現在連線都落伍了嘛，現在大數據。AI 無人機沒錯，應該要把這個技術用來。台灣又不是沒有這個技術啊，所以我們經常看到，比如說紅燈90秒、120秒，等車子過了，剩下60秒這邊白等啊。如果大數據就可以立刻根據你車流，立刻就可以變換嘛，立刻就節省多少社會成本，節省多少能源呢？真的這樣啊？但是現在還沒有運用啊。所以如果變成他選市長這個
主要政見，我想没有已經有了。我們很多的演唱會，其實高雄市還是要幫高雄市講一下話。很多演唱會人潮可以疏散的那麼快，很多接駁車可以馬上過來，還是運用大數據。所以我只講一句話：這個 APP 啊，你贏不過人家，你說國安問題，其實就是一個人家可以做得這麼好，你為什麼做不到？然後硬要扯國安，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一個笑話。要想到我做的比你還好才對嘛。對呀。休息一下再回來。民進黨真的很奇怪了啊，黨這個黨那個黨那個黨這個，他不會記得以前國民黨黨這個黨那個黨那個黨這個哪個黨住的？國民黨不准你組黨，你民進黨從黨外開始一路搞嘛。國民黨那時候有報禁，那當時黨外雜誌、地下雜誌多麼瘋狂啊！連我自己每個禮拜三初刊都去買好幾本在那邊看。要黨的東西沒有一個是擋得住的哦，所以你要黨這個黨那個黨那個黨這個哈沒出息，好吧？這個我們跟美國到底簽了個什麼東西，現在搞不清楚，慢慢出來說馬鈴薯哈。說馬鈴薯哈，說以前是有不好的要跳出來，不能夠進來的，哦，甚至一個貨櫃之後幾個不好都要拿出來，甚至整個貨櫃可能都要驗啊、退運啊等等。現在說沒關係，哦，不爛的挑出來就好。一個貨櫃有多少馬鈴薯啊？幾萬顆啊，甚至十幾萬顆啊！你怎麼你現在怎樣？說卓榮泰捐在地方說我們一個一個檢查，你腦筋壞掉啊！你一個個檢查，你怎麼檢查？那一個貨櫃要檢查多久啊？怎麼檢查？哦，但是民進黨政府也改來改去。昨天說我們還是維持2%的抽驗，2%抽驗不可能每一個檢查的。今天又說我們要維持，要改成60%的抽驗，60%你驗你怎麼驗？10萬顆你要驗6萬顆，你怎麼叫誰去驗啊？哦，所以呢都是亂扯一通哦。然後呢，今天又說有發芽不表示有龍葵鹼。超標才會退運，那有不代表有，那發芽的馬鈴薯會不會有龍葵鹼的有？有啊，那你怎麼知道有或沒有？你說哦，100顆可能發芽的只有60顆有，70顆有，不是每顆都有，那到底是多少顆有嘛？然後那你怎麼知道有或沒有呢？所以以前很簡單，就有就不要就是了嘛。我哪裡跟你那邊一個個算，一個個去驗，怎麼可能呢？哦，所以陳金輝委員說，政府罔顧我們國人的食安哈。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委員說，卓榮泰逐顆檢查，你要每天去邊境挑馬鈴薯啊，以後乾脆呢，卓榮泰就叫做馬鈴薯院長好了哈。那另外呢，這個青鳥每天看柯文哲，網絡最喜歡拍柯文哲吃飯，但講實話，柯文哲吃飯那個 table manner 就是那個餐桌禮是很差的啦，啊，真的很差。但是人家就因為差，所以就要拍他，所以柯文哲就說啊，你每天關心我吃什麼？為什麼不關心人民什麼？其實不是關心他吃什麼，是想要拍他的醜態啊。那這個他吃青菜也被人罵自私，說他分了一半給黃國昌。那這個吃素的議員怎麼沒有青菜吃呢？我就問這個哈。所以呢，這個柯文哲就很生氣，你們為什麼不說每顆檢查馬鈴薯是供銷為啊？然後呢，為什麼是管我吃怎麼吃青菜？所以聯合報黑白機也說卓榮泰是空話，逐顆檢查馬鈴薯，你在講什麼？這個真的是這個瘋話啊！我們看一下，我們先大開門戶，把這個發芽腐爛的馬鈴薯，不像過去規定整櫃的退回。好，我另外因為還有重要整櫃的檢查，來院長，一顆拿出來檢查。請問到1顆你會怎麼做？整批退運或銷毀。那因為卓院長昨天有說他要1顆1顆逐顆。我們的抽驗不會1顆1顆驗的。好，所以卓院長他可能理解錯誤，他應該指的是農業部。面對台美貿易協定放寬發芽馬鈴薯掀起的食安疑慮，卓榮泰院長喊出逐顆檢查，但這檢驗量能是否充足？主管機關又是誰？衛福部把球丟給農業部。比較了美國跟我們自己發布，會覺得很荒唐，這些還要被送去一個加工廠在裡面，所以他就入境了，不是嗎？發芽的情形的時候。那麼是拉到一個指定的區域部。你說你們沒有變，然後現在又在解釋你各種的差別。你硬要說它是一個指定的地方，它就是加工廠啊。衛福部強調，農業部是負責第一關檢疫，他們則是檢驗。農業部先檢查外觀，有發芽的馬鈴薯會單顆丟棄，接着衛福部會抽驗2%到10%的馬鈴薯，只要驗出龍葵鹼超過200 ppm， 就會整批退回，雙重把關。但農業部態度讓藍委怒轟，把食安當兒戲。要說清楚、講明白啊！
發芽不代表就有龍葵鹼啊，日本人根本就不檢查有沒有發芽。你不要講日本，我們今天是針對我們食安的那個健康來開玩笑、沒有錯，我也是國民啊。這算是問 A 答 B 嗎？只是目前檢驗量能恐不足，食藥署的抽驗能力也只有85人。防線對刀加工業者也要把關，但如今全台到底有多少廠商可以篩選馬鈴薯？來真。我個人覺得說這件事真的是馬鈴薯之亂啊，真的會笑掉大家的大牙啊！其實從2016年開始，其實你調出過去的影片，那時候我們在當委員的時候，有關於食安的問題，那時候呢，衛福部就信誓旦旦的告訴我們說，只要是發芽，我們要做什麼樣處理，然後呢，它有哪一些部分，你即使把它高溫加熱，都沒有辦法殺死裡面的細菌。毒了病毒的病毒，10年之後突然又來告訴我們，其實是把它挖出來，然後其實還是可以來吃的。那這個都不是重點，重點就是說我們有需要去進口類似像這樣的部分，而且我們退一萬步想，如果說你逐顆檢查了逐例來做檢查的時候，那個所耗費的時間是不是就讓真正沒有任何問題的馬鈴薯也發出芽來了呢？這個時间點，所以我不懂這個卓院長為什麼一個最基本的一個知識，他只是要捍衛他這個所謂的進口的馬鈴薯的這個問題的政策沒有問題，然後講出這麼多荒謬的話。那當被藍委一一來做糾正的時候呢，你看他馬上就被這個被這個我們的衛福部的部長來給他打槍。還是一句話，這件事情裡面呢是牽涉到我們的食安的問題。所以說呢，當你答不出政策出來的時候，你用這個不斷的歐龍誰的把10年前的這個當作是一個標準的部分，10年後再來做一個檢驗，然後你還不認錯，還用一個方式來，我個人覺得說，真的在這個部分裡面呢，馬鈴薯之亂呢，真的會對民進黨。我必須要講，過去3天在鴻威質詢完畢之後，那個就是網絡的熱度，大家都要討論馬鈴薯該怎麼樣來做處理的時候，尤其年輕人最愛吃是馬鈴薯 chips 啊，馬鈴薯的 fries 啊等等。而且他們那時候可能就會問，那這個馬鈴薯是不是有發芽過的或什麼之類的？然後呢，所以說這個部分已經變成網絡上最紅的幾個最大的流量的部分。如果他們還沒有辦法出來做一個更清楚的一個決策的話，我覺得這個東西對他們是大事。其實我現在想來，我也蠻愛吃馬鈴薯的。蒜溜那個馬鈴薯切成醋溜不是醋溜，不是也很好吃吗？很好吃。還有咖喱裡面也有很多馬鈴薯，对咖喱，而且它是好的澱粉啊，馬鈴薯是好的。我講一下啊，其實啊，這個馬鈴薯之亂呢，不知道會亂到什麼時候。這個當然是因為為了因應，就是台美之間為了當時這個就是對等關稅這個貿易談判，我們不簽了 ART 嗎？這個 ART 其實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正式的生效，因為大家都知道，因為在美國，那麼他們最高聯邦法院已經說這是違法，所以他現在開始用退稅。可是當時呢，我們其中有一個這個文本裡面就說，這有關於馬鈴薯的進口部分，如果要改變任何的這個就是進口的方式，都要台美之間來做談判。結果依照這個 ART 的文本。然後我們在2月6號公告實施一個最新的馬鈴薯進口的辦法，而且這個進口辦法呢是只針對美國，所以我覺得未來大家如果要希望有食安的話，搞不好我們就要比照牛肉，就希望餐廳說我們使用的是台灣馬鈴薯，如果你是使用加拿大馬鈴薯，那 OK 的因為這個發芽馬鈴薯可以進來，是只有美國的馬鈴薯，加拿大進口是 OK 的，如果是歐洲進口也是 OK 的。好，那這個是完全是向這個台美貿易談判屈服，那所以他現在呢，其實。他這個是在挑戰我們所有的常識，因為農業部長期到現在，你看農業部的官網都告訴你一件事情：發芽的馬鈴薯不能吃，發芽的馬鈴薯不能吃，因為發芽馬鈴薯就是可能有龍葵鹼嘛，或者是發綠的馬鈴薯也不要吃。那所以大家都已經被教育的已經非常非常清楚，因為過去還有素食店有一個我就不提他名字，也曾經發生過這個綠薯條，那時候也是軒然大波，所以大家都知道發芽馬鈴薯不能吃。可是現在這一次談判竟然讓步到說，如果有發芽有腐爛的馬鈴薯沒有關係。你回來你是重新的再去處置，還是可以進口到台灣的。那現在大家就開始說檢驗的問題。那天是我在那個就是我們總預算的執行，那我就問了好幾個，就都是民生重大議題。結果呢，
卓榮泰其實他可能想糊弄我，或者是說想讓他安心哦。委員，你安心，我們一定會好好嚴格檢查，所以我們會逐顆檢查。哎呦，結果我告訴你，他是這樣回答：你完後要吃的馬鈴薯，我一定逐顆檢查給你。不，這種逐顆檢查，讓委員安心啊，我們會逐顆檢查。沒想到這個逐顆檢查，好，這4個字立刻在網絡上大發酵。對，因為這是一般的 common sense， 就像我們光是進一個貨櫃哈，有20尺或40尺的貨櫃。不管20、40尺，大概都是10萬顆馬鈴薯。請問你如何一顆一顆的把它檢查到天荒地老？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現在是衛福部打他的臉嘛，說啊，那我們就維持2%。可是即使如此，像剛才講說，不一定有龍葵鹼。那我們現在還要去檢驗，就是說，如果你有腐爛或者是發芽的，那你當看到1顆的話，那你想这一貨櫃，你認為只有這1顆嗎？我看到1顆只有1顆嗎？絕對不是，因為他們大概都同時期在裝箱裝船的，所以應該會有很多顆。好，那除了我們的檢驗的量之外，還有呢，就是這個龍葵鹼，我們台灣有沒有合格的這個檢驗所？好，可以檢驗龍葵鹼，有的。台灣頭到台灣尾只有2家，全部只有2家。我們每一年是5、6億顆的馬鈴薯從美國進口，請問一下，只有2家，而且一次檢驗，它起碼到5到7天才可以告訴你結果，真的是要檢驗到天荒地老嗎？這絕對是一個很大的食安問題。但是呢，你要讓他現在去解決馬鈴薯之亂，老實說，我要告訴大家，他不敢，因為這是他已經簽了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而且大家都沒有搞清楚那裡面到底簽些什麼東西。對，沒有。我告訴你，將來還不能標說這個馬鈴薯是加拿大的。對，他現在連牛肉、豬肉都不准你寫，說因為以前有餐廳說本餐廳沒有用什麼什麼什麼一大堆啊，用什麼西班牙豬肉都不可以，以前都不可以，讓你根本搞不清楚這豬肉哪裡來的，牛肉哪裡來的，馬鈴薯哪裡來的。休息一下再回來。